嗨，我是 VK， 欢迎来到 VK 科技阅读时间。在资讯爆炸的时代，让我们用好奇心探索世界。在这里，我们会聊科技世界的精彩故事、新创团队的奋斗历程、科技代表人物的思维，以及重量级商管著作的心得。每周三中午，我会在 YouTube 以及各大 Podcast 平台更新。每周二，电子报也会同步发布在 First Story 跟方格子，可以在资讯栏当中找到所有相关的连结。今天呢，我们很开心邀请到 Jeff Su 来跟我们聊聊 Notion。那 Jeff 呢，他不只是 Google 的产品行销经理，同时呢，也是一位非常超级厉害的 YouTuber， 因为他的频道呢有将近100万的订阅，那专门是在分享跟生产力有关的内容。那我前阵子呢，其实也有看到 Jeff Su 他在介绍 Notebook LM 的影片，然后他是大概10分钟的内容，然后来介绍 Notebook LM 的功能跟界面。然后其实我印象很深刻，他就是拿自己的健康报告来作为整个资料来源，然后把一些部分给他马赛克掉这样子。那其实真的蛮让人家印象深刻的。那其实在 Jeff Su 的频道当中呢，其实有一大块都是在教人家如何使用 Notion， 然后让生活跟工作都可以更有生产力。那今天呢，我们就会来聊聊，就为什么要选择 Notion 来作为一个主要的生产力工具，那这之中有哪些好处，那也会来讨论就是说 Notion 适合哪一些用户跟应用场景。那先来请 Jeff 跟我们观众朋友打一下招呼。打招呼之前，我想说一下 VK， 我那时候做 Notebook LM 的那个 Health 就是 Health Report 案例的时候，我一开始不想马赛克的，因为说我这个人很直接，大家都可以看一下。但最后看到第一条是 Notebook LM 给我的 result 就是 Jeff， 按照你去年3年的 Health Report， 你好像有点胖，就是你的 BMI 有点高。然后说不能让任何人看到这个，完全 blur， 然后把其他的我可以就是出丑的一些东西在 show。 对，我觉得很可爱这个。OK， 但是 anyways 大家好，我是 Jeff， 然后目前全职工作是 Google 这边的行销经理，然后主要负责的是 Google Ads 广告这边的产品，然后可能具体的项目是帮助我们这边的一些客户来去知道我们最近广告产品的更新和让他们利用这些产品里边的一些新的一些功能。然后刚才也谢谢 VK 已经帮我说的这么好的话，接近100万这边的粉丝但是我发现后端没有那么多来自台湾的，可能因为我中文说的不是很好，大家不知道我会说中文，所以之后也需要可能多请 VK 从这儿请教一下，从你这边学习然后现在因为这4年半，我一边做全职在 Google， 一边在做我所谓这边的副业一开始呢，我说句实话，一开始我就有点不太知道怎么管理我时间，所以我一开始才投入很多我的精力来去学习 Notion， 把一个系统先建立起来，但是我才能又可以每周做好 Google 工作，又可以产出视频，又可以有就是朋友，就跟朋友出去吃饭和玩的这种时间。我觉得这其实蛮重要的，因为现在我是全职在做目前的就是整个电子报跟 podcast， 然后我会发现说第一年的时候我花太多时间在工作上面，所以第2年其实我给自己一个目标，就是说我要把生活捡回来，就是可以去有效的管理时间，管理这一些工作上面的事情。那其实蛮好奇，就是 Jeff 你在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调生产力的这个主题开始做 YouTube 的内容吗？所以一开始说句实话，4年半之前，我对我生产力的这些想法或者系统完全不自信。我是一开始是做求职类这边内容的，我现在也会在做，但一开始我是对求职类内容最自信的，因为毕竟可能从我毕业到现在，有很多就找工作这边的经验，简历的编辑，以此类推，所以先从可能我很自信的内容开始，然后慢慢我这边琢磨出来，我碰到了挑战，管理时间的这边挑战，琢磨出来一些框架 frameworks 和系统之后，才会更有信心把这些内容分享给我的观众。对，所以一开始是求职，现在是求职 AI 和就是提高效率的内容。对，因为其实 Jeff 他也有介绍过蛮多不同的产品，包含说我们今天要聊的 Notion 之外，还有 Notebook LM 跟 Perplexity 这些，其实都可以从 Jeff 的频道当中去看到。那其实蛮好奇，就是说你在使用 Notion 之前，你会有尝试过其他的笔记软体吗？所以那时候我用的笔记软体非常非常简单，就是 Apple Notes 然后 Apple Notes 里边，当然现在
功能丰富，但可能5年前我可能就是 OK 有些 pinned 就置顶的这些 notes， 对不对？来去 reference 来去做把每天或者每周需要看到的资料先放在置顶的笔记里边，然后可能会用一些 smart filter 智能的这些筛选，比如说如果有这个 tag 就放在这个 folder 里边，非常基础的这些功能利用起来，但是很快发现完全不可能让我管理我的 YouTube 视频，我的 Instagram 短视频，我的 newsletter 这些产出的这些系统的需求，所以才开始去学 Notion。 那后来是为什么样的原因去选择了 Notion， 然后去学 Notion， 然后把你所有的东西，其实你刚刚也有给我看，就是你 YouTube 的这些工作流程呢，你都放在 Notion 上面。我希望我可以给一个非常酷和非常棒的答案，但是很直接很 honest。我有一个偶像 Ali Abdaal， 我不知道可能台湾观众认不认识他，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 YouTuber， 现在有600多万粉丝。他一开始就用 Notion， 我就说 OK 我要学他，我就用了 Notion， 就这么简单。对，有，他前阵子是在台湾的书有出版，叫高效原理。对，你有读吗？我还没读，但是可以用 Notebook LM， 可以用 Notebook LM 去问一下。对，但是我知道这个非常有名的创作者，对，他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就是用 Notion， 然后用得很好。那其实蛮好奇，就是因为 Jeff 他会把 Notion 视为一种生产力工具。那因为可能在台湾就蛮多人都会讨论说 Notion 啊 Database 这样子的工具或是这样的服务都会被放在知识管理工具上面。那你会觉得说生产力工具跟知识管理工具这两种之间有什么样的不同？我通常给的答案会比较直接和实用，但是我可能先说一下最大的区别，我觉得是你的意向。就是我就用比如说 Microsoft Word 举个例子吧。假设你今天读了本书或者看了一个白皮书，你记了一些笔记存在 Microsoft Word 里边，完全没问题，然后你存在你电脑上，对吧？但是如果你在可以利用这笔记的状况下看不到这个笔记，你是浪费了这个笔记。所以我才会说一个可能产出这系统和一个知识管理系统最大的区别是你有没有这个 intent， 英文叫 intent， 中文用一个可能比较错的翻译是这个意向那我可能，所以我才 Notion 里边除了用比如说 Para 的那些框架来去存我的这笔记之外，一定要用一个指挥中心，我英文会叫 Command Center 来去告诉我 OK 你下一步怎么去用这个信息来去达到你目的。我可能刚刚说的很虚，给一个非常具体例子。最近 Google 出来了一个 AI Agent 的一个白皮书，2025年 AI Agent 是一个非常火的一个 AI 话题。假设你读完了，或者你把这个扔进 Gemini 里边，让 Gemini 给你一个 summary， 对吧？你把这个笔记记录在 Microsoft Word 里边，或者 Google Docs 里边 OK 没问题。假设过了几个月，你在做明年或者下个季度的一个 business plan， 一个业务的一个战略的一个文案，正好你可以用到这个笔记。OK， 你要说我们的 AI 的这个战略是什么？我知道这是 agent， 我们可以利用 agent 这个功能。此分此刻，你最好有这个 AI agent 的笔记浮在你面前，就在你面前出现，你就可以利用到，对不对？如果你忘了或者利用不到，你就有点浪费了。Notion 的一个很独特的一点就是你可以做这个连接，你记了 AI agent 笔记，你 tag 成这跟 AI 相关，你下次做任何跟 AI 相关的项目的时候，这个笔记就浮出来。这个就是我觉得有用的一个有意向的一个重点。就是这也可以呼应到你说的，就是说记笔记可以产生生产力事情。因为其实我觉得有时候记笔记，或者是比如说用 Apple Note 或者是 Evernote 等等这些，它其实就会让你你其实记下来的东西，但是它就会慢慢的一直往下堆叠。对，然后其实你就会忘记说其实我之前的时候有记过这样的东西，然后其实之前就是我也很常会发生这种事情，因为我就是一个很懒得下 tag 的人。但是其实后来你就会发现说这个 tag 它是可以更容易去帮你找到那一串你可以找到的东西。对，这也是 Jeff 认为 Notion 当中其实是蛮重要的一个特色。对，不好意思 VK 打断一下，我想到一个好例子，就是回到 Notebook LM 我的那个体检的那个报告。如果我没有把我所有体检报告的笔记和体检报告放在我的 Notion Health 的那一个页面的话，我在做 Notebook LM 视频一定想不到要把那些体检报告都上传上去，然后可能不会解释 Notebook LM 那么清楚。所以这是明显一个因果关系，就因为我在 Notebook LM 看到了这个我觉得用这体检报告有用在这个里边我看到我
提前几年的体检报告的笔记和报告上传上去，正好产出了一个相对来说有用的一个内容。我觉得这边也可以呼应到，就是刚刚其实我们就是开录之前呢，有稍微小聊一下，然后就是 Jeff 他讲了一个 Notion 是所有工具当中最基本、最基础的那一个工具，也就是说这些 health 的东西，包含是可能健检报告啊，或者是可能一些就医的记录，你都可以放在 Notion 当中，然后这之中，比如说你再去用，你可能很懒得看你可能前几年的健康状况的话，那你就把它丢进 Notebook LM， 那你就可以去看。所以某种程度，我觉得那个 Notion 可能像是一种 infra， 但是整个 Notebook LM 它又像是一个应用层，所以你可以去有各种不一样的应用。那除了这些之外 ，Notion 还有哪些功能是你蛮喜欢的吗？所以我可以第一先强调一下，因为可能我担心我刚才没有解释的非常清楚。在我看我的 health 的这个页面的时候，之所以会浮出我之前的这些体检，是因为 Notion 有一个 relations 关联的功能。我在记我比如说去年体检的结果的笔记的时候，我会加一个标签，这是跟 health 相关的。那我每次打开我的 health 的页面，我就会看到所有我 跟 health相关的笔记和action item tasks 和一些我叫资源，所以这个连接这个 relations 功能一定是 number one， 第一个最重要的。第二个就是按钮可能听众现在看不到，但是假设如果我让 VK 看到我的现在实时看到我的这个 command center 这控制中心的这个页面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3个按钮，一个新的 idea new idea 新主意 new friend 新朋友和 new prompt 新的一个 prompt。我们就从 prompt 这边说起吧。现在不管我们看视频也好，看订阅newsletter 也好，或者听 VK 的 podcast 也好，可能会有一些 prompt 的启发，对吧？我们需要一个非常非常快和低摩擦的一个方式来去把这个 prompt 记录下来。那我现在就在我的行动中心，不用去任何其他页面，点击一个按钮 new prompt， 我就立刻可以开始打这个 prompt， 这个 copy paste。copy 复制把 prompt 过来，记录一下在哪里找到的，怎么去用，然后 exit out 就回到我的主要页面。之所以可以这样，是因为这个按钮跟这个 prompt database 我建立的 prompt database 是串联的，所以我要 capture 和抓下来的 prompt 直接进了我的 prompt database。我跟 VK 聊天有一个视频的启发，直接摁新主意 new idea 的这个按钮，直接进我的视频的 database。为什么有新朋友的按钮？是因为我有一个问题，有时候我很难跟朋友有一个持续的一个关系，可能太忙啦，或者会忘啦。但是所以我会认识一个新朋友的时候，先点击这个 new friend 新朋友的这个按钮，就会有比如说我跟他是什么关系，是他有同事呢、朋友，还是一个业务的一个认识的人，他住在哪个城市，然后通过什么渠道跟他聊天， Instagram 微信 WhatsApp 领英，这样的话就很容易。假设我要再找 VK 了，我就说我好像加过他的 Line， 现在没有加，可能一会儿加我就可以到时候再给他发这个信息。原来是这样。这边我其实可以帮大家形容一下，这个 Command Center 呢，其实就是说它左边呢有一个叫 Quick Capture， 就是它有3个按钮，然后按一下之后，它其实就可以出现一个页面。因为 Notion 它其实就是很多页面所组成的嘛， Notion 它就会出现一个页面之后，然后你就可以直接在上面很快速的去输入一些内容。然后我觉得 New Friend 这个超级适合就是整理名片的。就你可能会就是认识很多人，然后收到很多名片，然后这其实就是用一种方式去帮你建立一个，比如说你认识到人啊，或者说你想要尽可能的有跟他一些更多的关系，都可以使用这样子的方式。我觉得这个 New Friend 真的是蛮惊艳我的，因为我没有想过说可以这样子把它建立起来。然后这边也有个 pro tip， 我怎么用这个呢？可能有些听众或者 VK 之后用了之后有这个疑问，就说那你加了这么多 friend， 你花这么多时间去整理，最后有什么产出？我用的一个非常非常实用的一个点就是，我每次出差去一个城市，我会知道谁在那里嘛。VK 在台北， Sky 在台北，我朋友在比如说台南，那我去了那城市，我就会开我的 friends 的这个 database 的 view， 按照城市排率，所有在台湾这边的朋友都列出来，谁在高雄，谁在台南，谁在台北，然后我去哪里我就可以找到，嘿，你有时间 coffee chat 吗？我们 catch up 一下。这个就是一个最终的 action，right？ 一个真的 value， 而不是花这么多时间去整理一下朋友，要最后用不到。
我觉得这也是就是之前有时候可能就是从美国回来的朋友，然后就会我们快速的 catch up 一下，然后我就有时候就想说他到底是怎么样去管理这么多人，可能 maybe 也是用 Notion 这样的方式，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趣的方式，而且其实你就可以更快速的去了解说其实哪一些朋友已经有点久没联络了，然后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去稍微联络一下，然后你也可以去这样去管理你的一些新的想法，或者是一些比如说你学到新的 prompt 都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应用。那除了这之外啊，就是蛮好奇 Jeff 你会觉得说 Notion 它适合用在哪一些地方，比如说像是写笔记啊、管理专案，甚至收集灵感这样。收集灵感刚刚有提到，那你觉得在什么样的方面比较适合，然后也分享一下就是你通常会怎么样去使用 Notion。这个也是我会在 YouTube 视频上很多观众问的我的一个问题，他们就 basically 问我从哪里开始，对吧？然后所谓正确的答案就是每个人看你最 care about 的点是什么。我举一个比较笨的例子，不好意思大家，就假设你是学生，你在学生的阶段跟我现在在我的阶段的需求完全不一样，对吧？你可能从学生的角度，你先看 OK， 那我需要我的目标是比如说考好我的考试，然后找到一个工作，对吧？那你 Notion 的系统或者建立的东西应该围绕着考试就是学习、考试和找工作为主。那我是要产出比如说 YouTube 或者 Newsletter 这边的内容， VK 可能产出 Podcast， 我从这个角度切入，所以这是所谓大道理。那我举一个更具体的案例除了我这边产出内容之外，当然我有个人的生活，那我会把我的生活分几个大板块和小板块。大板块有3个，个人生活、主业和副业，3个大板块。个人生活我举几个小板块的案例，个人 personal finance 个人财务，对不对？个人财务 travel 就是旅游 health 刚才也提到了，这些都是个人大板块下边的小板块。那我用 travel 就旅游做个案例，这次来台北我建立了，那我现在在让VK 看到我的这个一站式控制中心页面中的一个项目管理的一个页面 projects， 那中间可以看到1月和2月份来台北的这一个 project， 2025年 January and February trips to Taipei， 打开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跟这个项目相关的所有的 task 需要的 action item， 比如说我这次来是出差的，我需要一会儿要这边去报销一下这边的 task， 我回去会记录下来。然后我这边的calendar 这边的 view 就是我是哪一天到哪一天来去出差，然后最重要的是机票，来回的机票有没有买，饭店这边有没有订，以此类推。和我这边目前没有笔记，但是假设有笔记的话，我会在这里都可以一站式的看到所以这就是 Notion 可以真的实用的一个非常有高效的一个方式吧。那比如说你刚刚提到的就是个人的主页啊跟副页，那底下还会有哪一些的板块吗？小板块我可以分享一下，希望没有一些不能分享的。所以现在我在让 VK 看我非常非常 private 的东西。在我的大板块下边，就比如说 personal 就我刚刚个人的我就说几个吧。这个有点 embarrassing 就是衣服这一块有点一会儿可以 cut out。但是比如说 AI housing 就是租房self improvement 这自我学习，就 AI 这方面，或者business 这方面读的一些 business 的书在这边这有上海租房，然后 network 就是就人脉，就是见到认识对 new friends 的那一个 database。刚才说的旅游 personal finance 家里人 family 对不对，和 health personal goals。那 business 这边就是跟我副业相关的，就比如说VK 现在在这个studio 里边在那个录这个 podcast， 那我也有一个 studio 来去拍我这边的视频，我这边产品的战略 product strategy， 我的网站我的团队都是这些小板块。那 work 这边可能主业是跟我可能 interview 我现在没有跟其他公司 interview， 如果我同事听的话，我的 career development 就职业发展这些都会在我的主业的大板块下边，所以这些都是一些大家可以用这些作为启发。其实就是透过3个不同的大板块，就是主业，然后副业跟个人生活，然后这每一个大板块下面又可以再分成不同的小板块，有个人的细项这样子。那其实你可以再依据自己的需求去生成出这个小板块。对对对，就比如说学生可能可以有这3大板块，但是可能没有副业或者没有主业，但是他们可能3个大板块是比如说就是学习就大学的东西，然后一个是 extracurricular activity 就是学校之外的活动是一个大板块，和
比如说甚至求职是另外一大板块，就看你自己的需求。其实我觉得这样子排法，你就会比较更有意识到说，比如说，其实可能过去1年我太 focus 在工作上面，反而就是在生活之中没有这么没有给到这么多时间。那这时候我可能就会想说，那如果透过这种3大板块的方式，其实它会让你更具体，也比较可以更这种说 visualizing， 就是对，你可以更具体的去看到这些东西。那我觉得这是一个蛮不错的方式，因为其实像我自己使用 Notion 的话，就是我的制作人 Joseph 他都会开一个 Notion 来跟我一起协作，然后我们就会追踪专案的进度。那当然，因为他 care 的事情可能我比较没有这么在意，所以我们就会透过那个方式来去比如说我会遮掉我会隐藏某一些栏项，然后让我去更知道说我现在的专案进度状况大概是怎么样。那其实我觉得在使用一些复杂的专案的时候，因为其实刚刚 Jeff 他主要是 demo 给我看是他个人的生活的这一块，但是呢其实他可以跟很多不同的人来协作，然后去处理一些比较复杂的专案。那其实我刚好看到一个是你有跟 team 的这个协作，应该也是可以是用这样子的协作方式去完成的，对吗？是的，在 Notion 下边有一个你自己个人 personal Notion 的这一个账户，那你也可以在你 personal 账户下边建立一个 team space， 这 team space 你就可以分享给任何人，家人也好，同事也好，那大家就可以在这 team space 里边一起去工作。对，那这边存的信息都是就个人的，就不敏感，就你可以随便去分享的那些。对，就是你可以透过那个方式，然后去跟其他人同步。我觉得同步这件事情是蛮重要的，因为可能有时候我的制作人他知道的东西比我多，比如说可能专案的进度知道比我多，那我就会需要花时间去跟他同步这件事。但是如果就是他在 Notion 更新完之后，然后我再去看，所以我们就某种程度可以用一种非同步的方式去同步一些讯息。那我觉得这是 Notion 它蛮强大的地方。那除了工作管理就是刚刚其实 Jeff 也有提到他在生活当中的一些安排嘛。那这之中其实我还蛮好奇，就是在学习这件事情上，因为你刚刚有提到 self improvement 的部分，那你有没有一些案例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就是你会怎么样，比如说你今天看到一个还不错的影片，然后你很有启发，你会怎么样去透过 Notion 来帮助你整理这些知识？没问题，正好我可以打一个小广告，我下一个视频刚准备好这一个内容。我下一个视频的主题是我如何学 AI 的这个过程。因为我知道 VK 你的观众可能很多都有一些技术背景，我是完全没有的。你现在让我打 code 就是 Hello World， 我都可能需要问一下 Gemini， 你知道吗？就是我完全没有这个技术背景。所以ChatGPT 3.5 出来的时候，第一我知道 AI 非常重要，但第二我不知道怎么去学，所以我花了2年多的时间来去琢磨怎么去，就是有什么挑战，有什么战略嘛，可以这样理解。比如说第一个挑战是我叫 AI tools paralysis， 每天都有新的 AI 的功能和产品出来，我们就会觉得用哪个最好，对吧？然后每一个 AI 比如说 Gemini 就有3-4个不同的 model， ChatGPT 也是 O1、O2、O3，那个 Claude 也有几个，我都没有开始说 Poe 或者 Perplexity 这些里边都会收集所有其他工具的 model，right？ 那很多人就说那太多了，我不知道怎么去做，对不对 ？Anyways， 对不起，我要跑题了。那回到建立 self improvement 学习的这个系统，我就用 AI 举一个非常具体的例子。现在绝大部分人如果没有技术背景，跟 AI 去做这个 interaction 去用的时候，一定是通过 prompts。绝大部分一定是通过 prompt， 不管是 text to text、text to image、text to audio、text to 3D、text to game， 都是通过 prompts。那为了去不能说逼你自己，为了让你更容易去利用 prompts 去收集 prompts， 我有一个非常简单的 prompts capture 的一个系统，就收集 prompts 和利用 prompts 的系统。我先让 VK 看到是我的 prompts database 的这个页面。目前有2个，在页面上有2个板块，一个是 capture 收集的 prompt， 第二个是在利用的 prompt。 那为什么有这2个板块呢？是因为收集那一步跟利用这一步是需要分开的。举个具体的例子，假设你今天看到一个视频，或者你收到一个 newsletter， 你看到一个对你工作或者学习很有用的一个 prompt， 你需要先 capture 下来，不要开始去测试，因为你现在不要浪费时间，不要分心嘛 ，right？ 你不能停止你现在做的东西来去测试这个 prompt， 这会打乱
你目前的这个流程的，所以你需要很快先把这个 prompt 收集下来，标签成 captured， 等到你每周用5分钟、10分钟、30分钟、6分钟去具体用这时间去 review 这个 prompt 的时候，这才是高效的 right？ 你就可以用那个60分钟的时间回顾或者看一下你这周收集的 prompt， 你用这60分钟好好的去测试这些，因为这60分钟就是你测试 prompt 的时间。你把没有用的 prompt 你测试完之后丢掉删除，没用，把你发现真的有用的进行下一步存下来，标一个 use case。 比如说现在我的不同 prompt 的 use case 是有些是帮我产出视频主意的 prompt， 有些是帮我提高我写作能力的 prompt， 有些是帮我的那个业务运营 business operation 的这些 prompt。 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对我来说一个学习通过 Notion 可以提高学习能力的一个系统。用同样的 database prompt database， 第一步收集下来，第二步去体现出哪些是有用的。其实我觉得刚刚听有一个蛮大的重点，就是你会把同样的任务就是放在同一段时间去处理，然后不是说我现在 capture 到，然后我就要赶快去试试看，反而是说好，我可能 capture 到一定的程度了之后，然后我可能再拨一段时间开始出来，然后去测试看看，然后每一个测试的结果它可能会适合放在不同的类别上面。因为其实我现在在看到的就是 Jeff 这边呢有一些是 copywriting 啊，就是可能在写文案的时候可以使用到，然后有一些是专门在学习的时候是可以用到的 prompt。 那我觉得这都是一个还蛮不错的方式，因为通常我就是会是那一种我今天学到一个 prompt， 然后我觉得还不错，然后我就会去试试看，但是可能这就会有一点落差，就是说我没有比较仔细的去记录说什么东西比较适合。那其实因为 Jeff 也是一个蛮多产的创作者嘛，然后我蛮想要知道就是你通常会怎么样去快速的整理资讯，然后重点是其实你会把它转换成，或者是你会把它消化过后变成一个很浅显易懂的内容，然后分享给大家。我想 clarify 一下我的 understanding， 就是 VK 在问的是我学完或者我收集了一些信息，自己分析完之后如何去再输出吗？还是对，类似这样子的方式OK， 那一定是就是从一个博主的角度，还是假设一个非博主也会用那个流程，还是纯就是做一个 YouTuber 的角度？我比较好奇是 YouTuber 的角度，但是如果不是 YouTuber 的角度的话，我也蛮想知道的。OK， 那我从一个 YouTuber 角度，我不知道这是不是 VK 想问的，但我尝试先给个答案。从 YouTuber 角度，我每周 on average 都会有差不多10个视频的 idea， 每周有10个，但是我的时间有限，所以我每2周才能产出1个视频。那通常就像我刚才管理我的 prompts 一样，我会有定期收集视频主意的时候，和去每周1个小时去看我最近收集了哪些视频的主意，哪个我想下一个来去说的。那当然说之前我需要自己先去阅读，先去那些做一些 research， 然后再整理这个内容的输出的角度嘛。那我在这先停一下，所以 VK 这是你在问的那个问题吗？是。 OK great。 此分此刻我会想，第一，谁会去想听这个，谁会最受益？为什么这个问题重要呢？不是简单就是know your target audience， 不是那么简单，而是假设我说 Notebook LM， 我从零说起，很多人会觉得这个视频非常非常没用和非常慢，因为绝大部分人知道去哪个网页去看 Notebook LM， 知道如何建立一个新的一个 Notebook， 所以如果从零说起，绝大部分人就不看了，没用。所以一开始就说 OK， 那绝大部分人这些基础都知道了，我从哪个切入点来去跟他们立刻搭建这个关系 hook， 把他们 hook 进来，逼他们看我视频。那我就想 OK， 那利用一些真实的一些案例 use case， 那哪些是真实的案例，那就一步一步推理下去。那我先从大家都可以理解的一个 health report 体检说起，大家都去体检，就你18岁，大部分人在世界上都会去过体检，利用一个大家立刻可以 get 的一点来去输出，来去举个例子。因为很多人我发现很多博主做的一个稍微小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会立刻说我写 YouTube 稿的时候，我在写 newsletter 的时候，这绝大部分人是完全不理解的，所以他们就可能不想听这个案例。我在做 research 的时候，主要还是在想 OK， 我的观众第一需求是什么，第二如何跟他们立刻搭建一个共同的话题。
来去做这个内容视频。我觉得举一个例子这件事情其实是比较不容易的，就是因为其实 Notebook大家都会举很多很多的例子，然后就说就是加进什么样子的网页啊，但是其实你的角度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大家都会有共鸣的话题，就是这个健检报告，然后你怎么样透过这个健检报告去帮助你更认识你，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切入点。那就是回到 Notion 啊，就是我还蛮常发现，就是其实我一刚开始的时候都会很认真用 Notion， 就是我会把很多的东西都整理在 Notion 上面，然后我就会觉得哇我自己很棒，然后我就觉得很有成就感，可以把所有东西比如说可能过去1年当中的经历过的所有专案都把它写在上面。可是后来我就会发现我其实蛮懒得更新或是蛮懒得维持这件事情的。那不知道 Jeff 你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克服这个问题呢？所以我先从一个非常 again high level 这边说一个大道理，不好意思，然后再说一些具体案例。类似 VK 你刚刚提到的，很多观众在看我提高效率的视频的时候就说 Jeff 我理解我需要 capture 一个 task， 假设我妈妈今天告诉我需要去做 A， 我理解最好先打下来，在我的这手机里打下来就可以记住嘛，因为脑子一定会忘记，最好记下来。但是有时候就不想记啊，就是我还得拿手机出来打，就是太麻烦了。按照这个逻辑想一个非常极端的例子，如果有一个方式让你去想就可以立刻记下来， if you think it happens， 那没有人会忘记，对不对？如果你可以通过想的方式立刻可以记在你手机上，没有人不会做这件事情。所以通过这个案例我们可以发现问题在于摩擦 friction， 所以只要把 friction 降到极端的低，就会提高我们会去做这个事情的可能性。我不知道这个解释清不清楚。所以回到 VK 你这个问题，可能用 Notion 有时候需要继续去改，继续去进步，调整可能太难，是因为摩擦力太高。那第一，我的解决方案是如何把摩擦力降低。通过 Notion 有2个，就刚才我提到的按钮， instead of 你去一个页面加一个朋友，你不用离开你现在页面，按一个按钮加一个朋友，这是降低了摩擦，降低了 friction。 或者刚才举的那个 prompt 这个案例，如果你需要去你的 prompts 的一个页面再加进去，已经又要换一个页面，是一个摩擦点，通过按钮降低这个摩擦力。 Notion 也有另外一个功能叫模板，所以如果你要产出，或者如果你要记一个上学的时候记一个笔记，你每次都知道你自己笔记第一是 key takeaways， 第二是 action items， 第三个是那个 notes， 你把这个存为模板，不用每次再打出来，你就会去利用。这是第一个答案，就是降低摩擦力。那第二个呢是更比较虚的一个回复，就是英文叫 out of sight out of mind。 如果我们不看到，我们应该会忘记。我举个例子，假设你是一个在求职的人，你需要找你下份工作，你一定每天起来的时候第一个需要看到的东西就是你的求职 tracker， 就求职表格。今天哪几个公司回复我了，我下一个面试是什么时候，我简历这个有没有做到，你第一个见到东西就会是这个求职那个表格。你睡觉之前可能也需要再查一次这个求职表格，你不可能忘记。那就回到了这 command center， 这一站式控制中心的这个概念。我这个答案可能有点 sad， 但是我每次早晨起来第一个看到就是我的 command center， 我的一站式的这个控制中心，我就知道我今天需要做什么东西，我这周需要做什么东西。这样的话就永远有个提醒，我下一步是什么。比如说刚才也让 VK 看了我的那个command center 的页面，其中一个项目就是我这个台湾的这个 trip。 那我看到这个 trip 点进去之后就知道，我回去之后需要报销，所以这是一个下一步需要做的东西。这样的话我就不会忘记。我觉得这边其实刚刚最给我更多的这个启发也好，或者是让我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模板。因为其实我之前都没有放模板，所以我其实每次做一次的时候，我觉得我其实在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摩擦力好大，我觉得好烦，我不想做这件事情。所以其实模板就是让所有事情变得更简单，你只要填进去就好。因为其实刚刚 Jeff 给我看的所有东西它都有一个模板，所以是只要填进去就好了。就是你按一个按钮之后，比如说 New Friends， 然后他就会有很多的问题问他，就是比如说他是从哪里认识的，然后居住的地点在哪里，然后接下来你可以做些什么事情。所以其实我觉得模板是大家可以更有效去降低摩擦力这件事。因为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我会蛮排斥模板的，因为我会觉得说填这个好无聊哦。可是当模板它建立起来之后，你才是更可以去
继续你的行动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比如说从 Notion 啊，或者是从模板当中学到一个还蛮重要的一件事情。exactly 对，那就是像 Jeff 你自己的工作流程当中啊，是不是有哪一些事情是 AI 比较没有办法取代的？然后可不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没问题。我现在用的 AI 工具真的很多，Gemini、ChatGPT、Claude、NotebookLM Peak， 对，反正就太多了，我不想就说的，我不想困扰大家。那我先从内容产出开始。目前我花了差不多2周的时间写出了一个 prompt， 写和更新一个 prompt。来去帮我把第一版本的稿变成最终版本。那这个的好处就是我第一版本可以写得非常粗糙，我可以不用管那个文字的用词，那个语法，以此类推，就很快先搭建第一稿，通过这个 prompt 来去变成第二稿或者最终一稿。那当然这言外之意就是ideation 就创建内容和创建这主意的这一步还是 AI 很难去取代的。我不知道这句话是我在哪里读的，但是应该是在一个 newsletter 或者在 Google 的视频里听到的。类似 Gemini 或者 ChatGPT 这种 AI 工具，他们吸收了全世界几千年的信息，没有任何一个人类可以去复制这一点。但是这些 AI 模型完全没有的是我们人思考的过程，他们只看到最后的 output， 最后的结果。思考过程为什么要这样写，为什么要这样说故事，他们是完全不 get 的。所以你现在才会发现用 AI 去产出一个好的视频，从第一步开始是很难。我现在敢说那些视频说你可以用 AI 来去挣钱，然后很有 passive income， 对吧？这完全都是假的，不可能。是他们先搭建一个故事，用 AI 去refine 去进步而已，但第一步是完全不可能。对，所以其实这也就是我觉得 AI 是没有办法建议你说用 NotebookLM 的时候可以用健康报告来做。对，所以其实就是这过程在一刚开始的时候，你再怎么样去发想这件事情，是我觉得目前来说 AI 还是比较难取代的地方啦。但是只是说后面的这一串是 AI 可以有帮忙的，然后可以让你做更好的。我 actually 对不起，我有更好的一个案例，我刚想到就是因为可能很多 VK 的听众也是就全职就 white collar worker 嘛。一个很好的例子，假设我们每次要在公司里做一个 PPT 的时候，一个 presentation， 比如说一个 business plan， 就是我们下一季度或者明年的计划是什么。目前有一些 AI 工具说我们可以，你就写几句话，我们就可以帮你把你所有这 PPT 创建出来，素材和文字都写出来。不可能，对吧？他们不知道你公司内部的信息，他们不知道你明年的重点是什么，以此类推，对吧？你写多好的 prompt， 不可能在一个 prompt 里都写得清清楚楚。所以我不觉得目前有一个 PPT AI 工具可以取代建立 PPT， 但是我们可以利用类似 Gemini 或者 ChatGPT写一个简单的 prompt， 利用一个 presentation 或者 business plan 的一个 framework， 一个框架。比如说最大的咨询公司 BCG、Bain、McKinsey 用的最好的一个框架 framework 就是 SCQA Situation Complication Question Answer， 就是背景、挑战、问题是什么和答案。我们把这个框架放在 ChatGPT 或者 Gemini 里边，再提供一些 context， 就是我现在在准备明年的这个业务的这个发展。那这些业务发展，比如说现在是 year on year 20%， 我需要到 year on year 35%， 然后我们现在有这5个项目，麻烦你按照 SCQA 帮我去整理一下。ChatGPT Gemini 一定会写的比我们目前写的第一稿要好，但是我们还是需要把这个第一稿放在 PPT 里边，加入一些我们目前知道的一些信息，然后把一些就是素材或者 formatting 做得更好，这种概念。对，我确实同意这件事情。那其实最后就是知道 Jeff 最近要在 PBS 上面开设了一堂课，叫做 Notion 指挥中心跟 Jeff Su 打造客制工作站，控制人生大小事的课程。那可以稍微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一堂课有什么样的亮点吗？跟为什么它值得上？所以这个我就想可能回到 VK 刚才前几个问题问我的一个问题，就是那 Notion 作为一个就笔记工具和一个高效产出工具的这个区别，就是 Notion 我觉得绝大部分人，就尤其我观众这边，按照他们的问题我可以得出一个总结，就是很多人把 Notion 看到一个我把笔记收集在这里，
可能我要用到的时候，假设我记得，我再进去捞出来去用。这个相对来说是一个很被动的一个做法。那刚才我们也提到，无论你的笔记的质量有多高，如果你没有在相对来有用或者 relevant 需要用到的时间捞出来的话，你高质量的笔记也是所谓浪费了。如何把被动改到主动？我个人觉得答案就一定是这个指挥中心，因为指挥中心会告诉你，你目前比如说这一季度或者这一年你想达到哪些目标，你有哪些重点项目，就放在你面前，就放在这个 home page 上。你每天看这个 home page， 你迫不得已就知道 OK， 那我今天需要做什么，我这周需要做什么，我这季度如何是所谓成功，我3月30号这个项目一定要完毕，能不能达到。所以这个就变成被动记笔记的一个工具，变成了一个非常主动可以帮到你达到你的目标的一个非常 powerful 的一个 application 了，那种概念。那其实你可以稍微补充一下，就是刚刚我们在录之前你有给我看就是你的 YouTube 的模板，因为就是身为一个 YouTube 的创作者，就是你要去怎么样这么高效的产出，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还蛮不容易的。因为我个人觉得YouTuber 其实是非常辛苦的，因为你要去管这些画面啊，还有你要管这些内容，其实就是比起录 Podcast 我觉得要是难很多啦。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的 YouTube 其实在算是逐字稿嘛，就是大纲这一些内容上面，其实你已经更新到了第6个版本，然后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部分吗？没问题，这也回到了刚才 VK 提到一点，就是模板的重要性。换句话说，假设我每一次要开始做一个 YouTube 视频，要从零开始，或者从一个就是完全空的页面开始，我觉得我不可能坚持下来4年半，不可能，我早就放弃了，因为就太累了。但是通过我每次做完一个视频，我都会在我已有的模板上做一个稍微的更新或者稍微的优化，每一次我的视频的流程会容易一点，我的视频的质量会提高一点。举一个非常笨的一个例子，比如说我第5个视频发现，我的这个音响很差，没有 VK 的 podcast 的音响的效果这么好，我就加一个标签一个 checklist 一个提醒，下一个视频找一个提高音响的一个免费工具纳入在流程里边，下一个模板我在建立的时候就有这提醒了，对，提高那个音响的这个质量。类似这些小的调整，4年半下来，就我不敢说会让 YouTube 变成简单，而是让 YouTube 制造的这个过程降低了很多friction， 降低了很多摩擦，所以我才这么所谓顺利，4年半下来每周或者每2周都可以产出一个对我来说让我很自豪的一个视频。我觉得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一定要去看一下 Jeff 的影片。我觉得他的 studio 真的是看起来非常的高级，就是而且他的影片是基本上我觉得没有冷场的，就是每一个节奏都很快，但是你在这个10分钟虽然短短时间内，你还是可以得到一些我觉得还蛮实用的工具。那我蛮想要问 Jeff， 就是你的这个模板是可以直接在这堂课当中学到的吗？可以，完全如果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想做 YouTuber， 如果想做 YouTuber sure no problem， 但这个课程里边会有很多我觉得绝大部分90%人会用到的模板，类似 prompt database。 我觉得 prompt database 不管你是做什么的，你都会想用或者想学，所以类似这些我个人觉得非常非常实用的模板都会有的。对，而且我觉得这不只是就是在内容创作上面就是不管你是在学什么，或者是你想管理一些个人生活，我觉得透过这样子的模板，或是透过 Jeff 的介绍，其实都会帮助你有一些更好的更清楚的想象。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是大家就可以更降低摩擦力，然后直接就是拿到Jeff 的这个4年多的经验，是一个我觉得蛮宝贵的过程啊。那最后呢，如果你听完这一整集，对于 Jeff 在 PPA 上面开设的 Notion 指挥中心跟 Jeff Su 打造客制工作站，控制人生大小事的课程有兴趣的话，那欢迎现在就透过资讯栏的折扣码购买。那在结账的时候输入专属优惠码 VK200N， 那就可以再折200元哦。以上呢就是跟 Jeff 一起聊聊 Notion 的一集。那谢谢 Jeff 来今天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宝贵的知识。谢谢 VK， 谢谢，拜拜，拜拜。